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王一博 INS 浏览记录风波，一场被脑补放大的娱乐圈乌龙热搜。娱乐圈从不缺话题，但有些热搜的走向却往往离奇到让人哭笑不得。最近，一则围绕王一博的 INS 浏览记录传闻突然冲上热搜，仅凭一条模糊的社交平台访问痕迹，就让整个互联网瞬间沸腾。课堂的、辟谣的、围观吃瓜的三方阵营迅速集结，评论区、社交平台和论坛里讨论不断，热度一路攀升。有人认真分析，有人疯狂脑补，也有人一边笑一边围观这场看似严肃却又荒诞的网络争论。短短时间里，一个本来模糊不清的小细节，竟然被放大成了席卷全网的话题风暴。事情的起点发生在2026年3月中旬，一条爆料突然出现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称，王一博在 Instagram 上浏览了一位 CP 粉的现实动态，并且留下了访问记录。按照 INS 的机制，只要点进某个账号发布的现实动态，就会在浏览名单中留下账号痕迹。正是这个浏览记录的截图，让整件事迅速发酵。而更引发想象空间的是，被指称的那个账号头像是两个人的合照，账号 ID 里还包含网销的字样，看起来几乎就是典型的 CP 粉账号。这一细节一被传播开来，网络瞬间被点燃。许多热衷于磕 CP 的网友立刻进入课堂模式，各种解读接连出现。有人认为，如果真的是王一博本人浏览了这个账号，那就意味着他至少看到了 CP 粉的动态，而既然 INS 的浏览记录需要点击进入才能留下痕迹，这似乎就成了一种主动行为。于是，在一些粉丝的想象里，这个细节迅速被赋予了情感意义。讨论很快变得越来越戏剧化，有人激动地表示这是暗戳戳的回应，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隔空互动。更巧的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正好接近所谓花田出狱9周年的纪念日，于是一些网友将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一种象征性的纪念时刻。甚至还有说法认为，这个账号可能来自海外粉丝，而王一博浏览动态则被解读成默默回应海外粉丝的支持。在这些不断扩展的想象里，一个简单的浏览记录逐渐被包装成了一段充满戏剧感的甜蜜剧情。然而，与此同时，另一群网友却对这种说法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许多理性的粉丝和围观者在看到这些解读之后，第一反应不是激动，而是疑惑。很快，就有人开始仔细研究所谓的证据，并提出各种质疑。有人指出，截图中显示的账号并没有得到任何官方认证，也无法确认是否真的属于王一博本人。还有网友提出，社交平台上存在大量高仿账号，如果只是通过一个相似的 ID 或头像来判断身份，很容易产生误会。随着更多细节被翻出，争论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一些网友发现，被称为王一博账号的访问记录很可能来自一个非官方账号，甚至可能只是互相关注的普通用户。也有人指出，截图和录屏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很容易被误读或断章取义，如果缺乏完整的上下文，很难判断事情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很多长期关注王一博的人都知道，他在公开场合对于 CP 捆绑一直保持相当明确的态度。过去几年里，他的社交平台曾多次屏蔽相关关键词，也曾在活动现场对双人应援表达过明确立场。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他甚至发布过带有明显独行意味的音乐背景，例如 I walk the earth all by myself 这样的内容，被
被许多网友解读为强调个人路线的态度。因此，当浏览 CP 粉动态这一说法出现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似乎与他以往的态度并不一致。于是，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倾向于认为，这很可能只是一次误会，甚至可能是由某些账号刻意制造的话题。毕竟，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简单的截图就可以被无限传播，而真正的事实却往往被淹没在各种解读之中。更有意思的是，当国内互联网为这条 ins 浏览记录吵得不可开交时，事件的另一位主角王一博本人却正在欧洲忙碌于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那段时间正值巴黎时装周，他接连出现在多个品牌的大秀现场，从 Lacoste 到香奈儿，每一场活动都吸引了大量媒体关注。外媒报道里更多讨论的是他的时尚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而不是社交平台上的浏览记录。这种反差让整件事情看起来更加戏剧化。一边是国内社交平台上不断升级的猜测与争论，另一边则是巴黎秀场上的时尚活动与品牌合作。有人甚至调侃说，这几乎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一个世界里，网友正在为一条模糊截图展开激烈辩论，而另一个世界里，当事人正在忙着看秀、参加活动，似乎对这场讨论毫不知情。偏偏时间点又刚好与 CP 粉所谓的9周年应援活动重叠。一些粉丝在多个城市投放大屏广告，也组织了线下活动，这些内容在社交平台上不断被转发，使得话题热度进一步叠加。于是，一个原本就存在争议的截图，再加上各种纪念活动的传播，让整件事情的关注度迅速攀升，最终形成了一场全网范围的讨论潮。但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冷静分析时，事情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首先，没有任何官方渠道证实这条所谓的浏览记录；其次，截图的来源无法完全确认；再者，账号本身是否真实属于王一博，也没有明确证据。换句话说，这个故事的核心证据其实并不牢固。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网友开始意识到，这场热搜更像是一场典型的互联网脑洞事件。一个模糊的信息被放大之后，不同立场的人开始用各自的想象去填补细节。有人把它解读成甜蜜互动，有人把它当作假消息辟谣，还有人纯粹把它当成娱乐圈的一场大型吃瓜现场。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罕见。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远远超过事实确认的速度。一张截图、一段录屏，甚至一句模糊的描述，都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热点。而当大量网友参与讨论时，各种解读与猜测会不断叠加，最终形成一种看似完整却未必真实的叙事。回过头来看，这次围绕王一博 INS 浏览记录的风波，正是这种网络传播机制的典型例子。从一条未经证实的截图，到全网热议的话题，再到不同阵营之间的争论，这个过程几乎在短时间内完成。很多网友在参与讨论时，其实并没有确凿证据，只是根据个人立场进行推测。也正因为如此，当热度逐渐退去之后，许多人开始用更加轻松的态度看待这件事。有网友调侃说，如果王一博真的知道这场讨论，可能会一脸疑惑地问，我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段剧情？毕竟，当事人当时正在忙于海外活动，而国内网友却在讨论他是否偷看动态。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反差也正体现了娱乐圈舆论的某种荒诞感。明星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无限放大，甚至连一个模糊的浏览记录也会引发巨大讨论。但与此同时，这种现象也提醒人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保持理性判断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娱乐圈的话题本来就带有娱乐属性，适度吃瓜，
轻松讨论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过度解读甚至形成恶意猜测，就很容易偏离事件本身。与其沉迷于各种未经证实的糖点，或许更值得关注的是艺人的作品和真实动态。因此，在这场看似热闹的风波背后，很多人也开始重新思考追星与信息传播之间的关系。理性追星，快乐吃瓜，也许才是最健康的方式。毕竟，网络世界里的很多故事，往往只是短暂的热搜，而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始终是作品和时间。至于这次所谓的 ins 浏览记录事件，究竟是真有其事，还是一次误会，目前依然没有明确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已经成为近期娱乐圈最具戏剧性的网络话题之一。有人当作笑谈，有人认真分析，也有人继续围观。或许，这正是互联网时代娱乐话题最真实的模样。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